提到手机界的跳水王，大家会率先想到哪个品牌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估计现在弹幕里飘过比较多的应该是三星或者说部分国产机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滑点就是往年以高保值率著称的 iPhone 现在也开始跳水了。15 Pro Max 9月22号发售，但是双11期间不少电商平台的价格直接降了1500左右，尤其是这个蓝色版本，这跳水的力度丝毫已经是不亚于三星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结合 iPhone 15 Pro Max 的体验来聊聊现在 iPhone 的价格为啥不像以前那么坚挺了。近几代 iPhone 的外观一直都没啥新意，只是偶尔呢有些改变，从大刘海变成小刘海，从小刘海变成药丸。除了每年例行的新配色，把这几台 iPhone 放在一起，确实呢就像在玩大家来找茬。所以大伙能说出这些机型分别是什么型号吗？尽管外观没怎么变，但机身重量呢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这个超大杯一路从12 Pro Max 的226克飙升到了14 Pro Max 的240克，再加上直角边框带来的双重 debuff手感呢确实稀烂。到了15 Pro 系列，苹果终于是放弃了直来直去加不锈钢的组合，屏占比提升之后，机身宽度降低了1毫米，钛合金中框配合圆润的边角，手感提升明显。如果说往年你是被 Max 又大又宽又重又割舌的手感给劝退了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能够接受了。手感上的进步可以说是这代 Pro 系列给你的最直观升级感受。所以呢，也不得不感叹一下，苹果明明可以在一开始就把这个边框设计成这样来处理，来避免割手问题，但它却硬生生拖了3年。It'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 每年新 iPhone 发布，秒天秒地的 A 系列处理器算是一个重要看点对于关注手机圈的小伙伴来说，也算是每年赛博斗蛐蛐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当年 A15 对阵火龙88，印象深刻。可能是 A15 太过惊艳，后面 A16、A17 Pro 虽然说有提升，但是按照提升百分比来说，都显得很小。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安卓阵营这2年的 SoC 进步幅度。往年iPhone 超大杯相对于安卓旗舰续航优势明显，3000毫安时级别的 iPhone 13 Pro 续航 KO 了一些5000毫安时的88旗舰，就挺离谱。但今年呢，基本是被大电池8进3天9003机型的全面反超了。当然，低情商的来说，也是因为之前火龙时代实在是太烂了。iPhone 15 Pro 系列刚上市那会儿，因为软件优化问题被大家调侃为火龙果 Pro， 在升级到 iOS 17.0.3之后解决了。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呢，同样一轮多任务、游戏、拍照 ，iOS 17.0.2 版本下，机身温度呢可以达到43度以上。升级到17.0.3之后，流畅度、跑分没啥变化，但是温度降低了2度左右。直到现在的17.1.2也没再出现发热异常现象。A17 的 CPU 部分，即便是放在今年这个时间点依然是拔尖的一档。单核性能呢遥遥领先，多核性能如果不加散热背夹，被全大核的天玑9003给反超了，但是略强于骁龙8进3。比较尴尬的还是 GPU 部分。原本大家想着你这个 A16 GPU 相对于 A15 纯挤牙膏，可能呢是因为工艺制程没啥变化，新架构来不及更新。但 A17 Pro 工艺架构双升级，结果 GPU 性能能效竟然被天玑9003、骁龙8进3给全面双杀了，这就有点绷不住了。影响 A 系列处理器性能发挥的还有苹果万年不变的散热设计。双层主板夹汉堡，没有 VC 液冷板。15 Pro Max 原神呢平均52帧，游戏过程中帧率波动很大，机身最高温度呢也是将近47度左右。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60尼特。星穹铁道平均呢是47.8帧，差距就更大了。游戏过程中温度呢同样在47度左右，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60尼特。反正高负载游戏性能相对今年的安卓旗舰已经是被明显拉开差距了。游戏功耗方面，因为性能狗目前还检测不到，后续更新呢再补上。对于部分用户来说大家买 iPhone 是图一个性能领先，可以稳定持久流畅好几年。但是现在安卓阵用便宜1半的价格就可以获得超强性能，也就呢变相的被打掉了一个溢价卖点。所以对于大多数 iPhone 用户来说，从 A16 到 A17 Pro 日常体验能够感知的升级幅度是非常小的，反倒是内存从6GB 升级到8GB 之后，感知呢会更加明显。落实到日常使用，就是14 Pro 用户肯定会频繁的体会到多任务拍完照片之后切微信要看小地球。15 Pro 系列呢就比较游刃有余了。要说13 Pro、14 Pro 这2代 Pro 机型的一个槽点是啥？我觉得拍照呢肯定算其中一项。Deep Fusion 锐化、夜景高光各种压不下来，对比国产机件各种相机军备竞赛，确实呢相差挺多的。今年 iPhone 在拍照这件事情上总算是有进步了，默认2400万像素直出，不仅解决了前几代拍照过度锐化的问题，同时呢也让照片的解析力有进一步提升，利好鼠毛导进行画面裁切。拍摄体验上，3颗摄像头之间的切换非常顺滑，画面预览分辨率、帧率呢也足够高，还有上下拓展画面预览利于构图。
人像模式不用手动切换，只要拍摄界面上能够识别到人脸，那么随手按下快门就能够后期调整虚化效果。整个拍摄体验上依然是做得很不错。夜景环节的算法终于不再是晚上拍摄灯箱就过曝了，常规城市夜景的表现对比之前的13 Pro、14 Pro 是能够感受到算法带来的明显进步的。当然，这个进步呢，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夜景算法太拉了，结合各种不同场景，夜景灯箱高光压制这一块，对比安卓旗舰呢依然存在一些差距，尤其是一些反差比较明显的高亮灯箱。在 iPhone 15 Pro Max 上，苹果呢也算是第一次用上了潜望长焦镜头，这也是这代 Max 机型要比 Pro 更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5倍潜望长焦确实是一个新东西。原生5倍模式下，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画面曝光的表现不错，更加接近于实际的画面亮度。13 Ultra 有些场景会略偏暗，但是在纯净度和细节这一块，对比13 Ultra 呢有差距，尤其是光线稍暗的场景下，噪点呢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拍摄过程中，长焦的自动夜景算法介入阈值呢很高，大多数常规城市夜景都不会触发。在更远的10倍模式中，噪点纯净度不足问题会被进一步放大，即便是光线充足的场景画面噪点呢依然是比较明显。实际拍摄体验上，这颗长焦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最近对焦距离是很远，很多时候你随手切换到5倍，想要拍个特写啥的，容易给你切回主摄变成数码裁切，因为没有中间焦段摄像头作为接力，也没有长焦主摄的融合算法，在3倍到4倍的画质区间，纯靠主摄裁切，画质呢是比较差的。虽然说拍照环节相对于现在安卓旗舰上的超大杯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要说录像，苹果说第二，应该没有机子敢说第一了。而且这代15 Pro 系列录像再一次加强了，最解决痛点的升级呢，就是 4K 6帧录制过程中可以实现3颗摄像头自由切换，日常拍摄 Vlog 远近变换呢，终于不用暂停再重新选择镜头了。用15 Pro Max 来拍摄演唱会照片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用来录制演唱会现场，它就是目前手机上的王者。加上微博、B 站等平台已经对 HDR 视频的支持 ，iPhone 出色的录像能力匹配全链路杜比世界 HDR 体验，视频环节 iPhone 依然还是最佳选择。而且在更新 C 口之后呢，15 Pro Max 系列还能够通过外接 C 口移动硬盘来录制 ProRes 的视频格式。很多时候去线下拍个上手视频，或者说随手拍一些产品视频，我自己呢一般会优先选择用 iPhone 去拍。确实有那么点视频生产力设备的感觉了。说实话，最近这2年就我自己身边朋友来说，因为 iPhone 信号弱这点而换安卓旗舰呢还真不少。大伙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自己 iPhone 信号体验如何。15 Pro Max 其实大部分场景下用下来呢都没啥问题，感知比较明显的还是地下停车场，或者说从弱信号的电梯出来时 ，iPhone 的表现呢确实差点意思。有时候地下停车场出库扫码付费场景，如果遇到信号不行真就挺蛋疼的。伴随着 AirPods Pro C 口版本的更新，意味着苹果耳机、手机、平板、笔记本全产品线都可以实现一根线充电。无论是居家休闲还是外出旅行，插排压力都是大大降低了。充电兼容性方面，市面上所有支持 PD 协议的充电头、充电线呢都能给 iPhone 充电，这点呢给好评。就是今年换 C 口之后，充电功率零提升是真的让人有些意外了。15 Pro Max 依然是30瓦以内，峰值功率坚挺时间比较短，15分钟快充回血电量呢是 4.79瓦时。完整充满4422毫安时电池需要将近1个半小时。高情商的来说这波苹果的环保理念属于是遥遥领先了。前2年买的20瓦左右的 PD 充电头依然是够用如果你刚好前2年买的是60瓦级别的 PD 充电头，那么应该可以坚挺到 iPhone 20出来。低情商的来说呢，快充体验确实挺糟糕的。另外，如果你是 iPhone、安卓双持用户，估计呢也会比较关心各家充电头的兼容情况。这里呢，我们也是简单测试了一下。小米附赠的充电器虽然不是 C2C 的，但是因为 A 口魔改过，给 iPhone、iPad 充电时其实也能够实现 PD 快充。黑厂的 C 口版本充电器没啥问题，能够正常触发 PD 快充。A 口版本呢是触发不了 PD 快充的，只有 7.5 瓦到8瓦左右。2厂新机子呢大多是 C 口设计，可以正常触发 PD 快充。华为和荣耀呢比较特殊 ，A 口充电器并不支持 PD 协议，而且附赠的充电线插上之后呢，压根充不了电。换根线可以充，但是功率呢只有10瓦左右。华为的88瓦 ECEA 单充版本，换一条 C2C 的线可以正常进行 PD 快充。所以说 iPhone 的硬件更新经常被调侃为挤牙膏但是好歹呢每年有点新生玩意能够说到的。但这个 iOS 嘛是真的很难评价了诸如小窗返回手势、双开、通话录音这些每年都念叨的东西，期待一次失望一次，以后呢大概率也不会有。那么 iOS 17最明显的升级是啥呢？还得从我们不小心把2台 iPhone 顶部碰到一起说起。伴随着一个非常科幻的动画，配合细腻的震动反馈，2台 iPhone 实现了交换名片的功能。有一说一这个动画交互是真的非常优雅。试问视频界的各位小伙伴，谁不喜欢优雅呢？
从碰一碰名片到联系人海报 ，iOS 17呢进一步强化了苹果社交圈的这个概念，鼓励大家使用 iMessage、FaceTime 进行交流。苹果用户之间使用 FaceTime 确实要比微信视频体验好很多，但对于国内用户来说呢意义不大。交换名片还是得老老实实打开微信，然后我来扫你。iOS 17的稳定性这一块，相比同期 iOS 16呢进步是挺大的，奇怪的 bug、卡顿、死机问题呢少了很多。不得不说，去年首发满 iPhone 14 Pro 系列用户呢是真的承受了太多。比如说近几年稳定性最差的 iOS 16，最后一代 Lightning 接口，以及荒芜了好一阵子的灵动岛。经过1年更新，灵动岛的完善适配程度基本是达到了大家的预期。最基础的音乐导航计时就不说了点外卖、打车、麦当劳取餐，国家队的12306也能够在你出行前让你的车票信息登岛，检票口、座位号一目了然。那么大家还遇到过哪些实用的灵动岛场景？欢迎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进行分享。时至今日iOS 的超强的开发者号召力、生态粘性，能够充分做好软硬件协调优化，这些呢都是友商短时间很难追上的优点。反之，如果 iOS 的优点对你来说感知不强，但缺失或者说没做好的软件体验部分对你影响很大，那么隔壁国产安卓呢就要均衡全面很多了。2年前我们对于 iPhone 13 Pro 的评价呢是既先进又落后，现在呢还是可以沿用到15 Pro 系列上。先进在于整体的质感、出色的软硬件优化、顶级的录像能力、强大的开发者号召力、完善的周边硬件生态。落后部分呢当然也有很多，旗舰机里面垫底的充电速度、保温杯级别的散热堆料、系统功能缺这缺那，而且大概率以后也不会有。信号呢还是差点意思，所以 iPhone 的价格为什么不像以前那么坚挺了？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在告别火龙时代之后，国产旗舰在性能、续航、影像拍照、屏幕、快充等等方面都卷出了新高度。苹果虽然说在部分软件上有些优势，但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劣势。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不断提升，在各个领域不断突破，大家对于国产高端产品的信心也在大幅增强。无论是手机市场还是新能源车市场，都是这种态势。品牌肯定会有一部分加成，但我觉得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如今的 iPhone 越来越难体现出与之高价位匹配的产品力，降价跳水也就不可避免了。OK， 那么以上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全部体验内容了，以及为啥现在 iPhone 价格不再坚挺的分析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